普通话拼音学与练第一课。什么叫做拼音？拼音就是将一些元素，也就是一些阿拉伯字母，按照规则组合起来。这些元素主要分三大类。第一类叫做声母，第二类叫做韵母，第三类叫做声调。比如普通话这三个字当中，蓝色的字母叫声母，绿色的字母叫韵母，而红色的符号就叫声调。具体的说，一个音节，也就是一个汉字的读音，是由声母加带声调的韵母拼读出来的。声母共有21个，韵母共有39个，而声调只有4个。在后面的学习中，我们不仅要逐一展开学习，更重要的是要专门训练学生能够自然生成拼读的技巧。到那时，你们会觉得，原来拼音是那么的简单。好，下面我们就从认识声调符号开始吧。前面我们说过，普通话只有4个声调，所以表示的符号只有4个。这是第一声的符号，比如在这个拼音中的这个字母上的符号，就代表第一声。这个是第二声的符号，比如在这个拼音中的这个字母上的符号，就代表它读第二声。这个是第三声的符号，比如在这个拼音当中的这个符号表示第三声。这是第四声的符号，比如在这个拼音中的这个字母上的符号就是代表第四声。来，同学们，请大家拿出笔和纸来练一练，写一写。不要看声调符号写起来很简单，其实你可能会经常写错呢。第一声是平的，要横着写，从左至右来写一写。第二声是由左下至右上提起来的，方向不能写错哟。很多同学从上往下写，这代表他的意识是错的，要从左下提到右上。第三声最简单，打个勾就可以了。而第四声呢，是从左上至右下，注意是斜下来的。好，同学们，你们练了吗？我们再来写一写吧。第一声，第二声，第三声，第四声。来，再写一遍。第一声，第二声，第三声，第四声。好，同学们，我相信大家都记住了这4个声调符号，但是你要特别注意，第二声和第四声是有区别的，你要注意它的区别呀。
为什么这4个符号要这样写呢？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这张图表，你就会明白了。这是普通话的5度标调图，或叫调值图。我们从这个调值图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，为什么4个声调符号要那样写了。这个图表已经完全告诉我们了。这是0度到5度的标识，由最低至最高。最低是0度，最高是5度。第一声在最高，并且是水平的，这就表示第一声的特点是又高又平，其中平是最主要的，比如妈。第二声是由3度升到5度，即所谓的中声，从中间越升越高，最后升到顶，比如麻，要把小尾巴摆到最高，麻烦的麻。第三声呢，是由2先降到1，再由1升到4，中间有个转折，但是它有个特点，就是从2降到1的时候时间比较长一点，而1升到4呢是相对短一些的，比如马路的马。大家记住这个特点，这是区别第2声和第3声最关键的地方。而第4声呢，则是由最高的5度一直降到1度，比如骂人的骂。好，现在我们将这4个声调连续起来读，读出来的结果就是妈、麻、马、骂。我们再看看旁边这一组的词啊，踢、提、体、替、吸、洗、洗、细。我们将4个声调分别读出来，结果是妈、踢、吸，这3个字是第一声的。再看第2声的马、蹄、席，这是第2声的。再看第3声的字马、体、喜。最后我们再体会一下第4声的字骂、替、细。好，刚才我们通过观察调值图，明白了普通话的声调符号为什么会那样写。现在呢，我们再把4个声调符号仔细的看一看，记住它，记牢它，然后我们再开始进行练习。自己动手写一写。来，大家跟着老师一块儿写一写吧。第4声，第2声，第1声，第3声，第2声，第1声，第4声，第3声，
好，同学们写完了吗？你们写得顺利吗？同学们，刚才的练习是在你课堂练习工作纸的第1页。现在你打开第1页，我们来一起再练一练吧。第3声，第1声，第4声，第2声，第4声，第1声，第3声，第2声。好，同学们做完了吗？如果做得顺利的话，我们再做做第2行的练习吧。开始，第2声，第1声，第4声，第3声，第1声，第4声，第2声，第3声。好了，同学们，这个练习我们做完了，相信大家对写声调符号一点也不会感到陌生了，对吗？通过刚才的练习，相信大家已经把握了声调符号的写法。那么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们就要教6个单韵母。好，请大家做好准备，跟我发音：啊、哦、啊、哦、一、乌、吁、一、乌、吁。然后我们连起来读：啊、哦、一、乌、吁。啊、哦、一、乌、吁。我们刚才学了几个单韵母呢？大家一块数一数：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总共6个字母，对吗？大家是学了6个音吗？不对，其实我告诉你，你总共学了24个音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每一个音都可以读出4个声，那么总共有6个字母，每一个可以读4个音，4、6就24个音了。比如说，啊啊啊啊，哦哦哦哦，一一一一，呜呜呜呜，吁吁吁吁。刚才我按照顺序将每一个字母的4声都读了出来，总共有24个音，所以大家现在掌握了24个音了，不是6个音。到底是哪24个音呢？我们来看一看这张表。啊啊啊啊，哦哦哦哦，
一一以一，乌无五物，吁鱼雨玉。大家数一数，总共是不是24个音呢？好了，现在需要大家跟我连续准确的读出来，跟我读啊啊啊啊，哦哦哦哦，一以一，乌无五物，吁雨雨玉。好了，我想问问大家，有没有读的感觉顺畅了呢？如果还没有，跟我重新再读吧。这次我们读的速度要快一点。好，开始跟我读啊啊啊啊，喔哦哦哦，一以，乌无五物，吁雨雨玉。为什么要反复多次的这样读呢？是因为我需要你做到一样东西，就是在这些字母当中，当我指到某一个字母让你读出来的时候，你能够流利而准确的读出来。如果能做到了，那么你就是做好了。比如说这个字母怎么读？你首先要想一想，它4个音是怎么读的？啊啊啊啊，哦，它是第2声，它应该读啊啊，它应该读啊，对吗？我们再看看这个字母怎么读？读到第4声的时候，我就确定了它读再看看这个字母怎么读？乌无五物。当你读到乌无五，读到第3声的时候，你就决定了它读五。所以，如果你平时没有很好的去做练习，数4个声调的话，你就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字母的读音读出来，对吗？好了，我们继续这样练下去吧。为了让我们在今后的拼音当中能够做得更好，请同学们再跟我读一读这6个字母的4声发音，跟我读啊啊啊啊，哦哦哦哦，一以，乌无五物，吁雨雨玉。好了，刚才我们做了一些练习，现在我们将声调的顺序把它打乱，看你还能不能读得好。比如说第1行第1个字母，它读什么？一看是第1声，它应该读啊。第2个呢？第3声啊啊啊，它应该读啊。那第3个呢？你一看是第2声，那你就应该啊啊啊啊啊啊，它读啊，第2声的。那第4个字母呢？是第4声啊啊啊啊，它读啊。第5个字母呢？是第1声啊
最后一个字母是第4声啊。好了，同学们，我们需要一行一行的这样去做练习，直到你的反应非常的灵敏，非常的流畅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后边的拼音就容易做了。大家不要怕辛苦，来继续跟我做。第2行，第一个怎么读？哦，哦，对吗？那第2个呢？是第3声。哦，哦。跟着第3个呢是第1声的，它应该读哦，哦。第4个呢是第4声的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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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应该读哦。第5个呢是第3声的，哦，哦，哦，它应该读哦。那么最后一个呢是第2声的，哦，哦，好，它应该读哦。大家习惯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再做第3行。在你读每一个字母的时候，你都要将这个字母的4个声在心里边数一数。当你数到你看到的声调的时候，你就决定了这个字母应该读什么样的音。比如说第3行第一个，这一行都是的音，对吗？你心里边不停的在数。第一个是第2声，哦，它读第2个呢是第4声，哦，它读第3个呢是第1声的，不用数了。第4个呢是第3声的，第5个呢是第2声的，它读最后一个是第1声的，也不用数了。好了，后边3行大家都要这样做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能一个一个帮大家数，大家要跟上我的步伐，要一个一个的在心里边默数，然后读出来，好吗？我读慢一点，我们从第4行开始。第一个一一以一一以。好，下一行，第5行开始。无乌五雾五五。好了，我们下面做第6行，开始。鱼玉鱼雨鱼雨。好了，同学们，我们将这6行的韵母都读了一遍。
你可能还没有做到很流畅，这还不是最难的，后边还有将所有的字母和声调混在一起。如果你能够做得好，做得流畅，做得准确，那么我们后边的学习就会变得容易多了。同学们，现在我们到了这堂课的最后冲刺阶段，大家要加油啊！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字母应该怎么读呢？来，大家一起来试一下。从第一行开始，总共有10个。第一个啊，你读出来了吗？第二个呢？第三个呢？第四个怎么读呢？啊。第五个是的第二声，鱼，对吗？第六个第七个的第四声，想一想，雾，对吗？它读雾。第八个是的第二声，第九个呢是的第三声，乙。你读对了吗？最后一个是的第二声，无。好了，第一行我们全部读完了。那么后边第二行需要大家自己去读一读，大家加油啊！第二行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乌，第四个第五个乙，第六个第七个五，第八个第九个第10个乙。同学们，你们都读出来了吗？也许你现在读的不够快，不够准，没关系，后边还有很多练习的机会。只要你有这个意识，读准它的声调，那么后边的路会越走越顺畅的。第一课完成，同学们，下节课再见。